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交付台军首批毒刺导弹，两岸统一迎来前所未有的最新威胁。据台媒25日报道，台湾防务部门官员当日称，美国政府使用所谓总统提用权渠道对台5亿美元武器援助案近期已经实施，首批交付的毒刺防空导弹已于24日运抵台湾。我需要特别提醒各位注意，这不是过去的美国对台军售，而是美国总统使用的战争特权总统提用权，也就是在通过正常的援助程序无法实现美军快速准备军事武器装备，或者无法以最高效的方式满足援助对象战争所需的紧急情况下，美国政府采取的最快捷军事援助渠道。具体一点，就是美国总统使用这一特权，可以直接向援助对象以最高效的方式提供武器装备和弹药等各种军事后勤物资。美国为啥这么急？这才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为什么美国首先向台湾提供堪称世界上最先进的单兵防空导弹毒刺导弹呢？首先，这是美国吸取了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教训。俄乌战争一开战，俄罗斯就动用导弹摧毁了乌军的大部分机场和战机，并同时摧毁了大部分的专业防空体系。乌克兰基本失去了制空权。后来，主要依靠美西方提供的单兵防空导弹，极大地制约了俄罗斯空天军的战机活跃度。一旦大陆以武力解决问题，台湾也会面临大型的固定和机动防空力量首先被摧毁，失去制空权。美国的目的是要用毒刺防空导弹迅速弥补台军失去制空权的问题。其次，毒刺防空导弹可谓世界上最先进的单兵防空导弹，分发给部队以后，就能在台湾全岛形成全岛防空阵地，这将给解放军在两岸统一行动中带来极其巨大的威胁。这种导弹与其他防空导弹相比，其最大优势有3项。于是不仅使用红外制导，还使用紫外制导，能够追踪战机飞行轨迹，战机发射干扰弹也不能迷惑它。二是它还配备精确的影像追踪能力，克服正面对战机时无法追踪战机航迹和发动机尾气的情况。三是其高清影像制导与红外、紫外制导系统与控制飞行方向的陀螺仪联动非常高效，战机采取什么高难度的飞行动作也难以摆脱它的追击。我已经不关心有关部门对此如何表态，因为我们哪怕是最强烈的抗议和反对已经顶天，也是毫无作用。美国依然我行我素，我们越是抗议，美国越是猖狂。因为最大限度的刺激中国、威胁中国，这本来就是美国的目的。在美国眼里，中国嘴巴上反应最激烈的就是中国最薄弱的地方，而美国一直都是这样对中国出手的。美国正在复制对俄乌战争的那一套，哪怕是明知乌克兰打不赢，但却一个劲的援助，目的就是要用牺牲乌克兰人的生命最大限度的消耗俄罗斯。因此，美国此举就是想以此胁迫和鼓励台独分裂势力升级两岸军事对抗的强度和烈度，极大的消耗中国。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美国之所以会动用总统的这一特权，向台湾直接提供军火，那就说明美国已经判明中国大陆解决两岸统一的时机迫在眉睫了。我也相信，我们能够让台军的各种武器装备几乎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一部分被摧毁，剩余的最终都变成解放军的装备。想当年的解放战争，解放军的绝大多数武器装备不就是来源于国民党部队，来源于美国援助给国民党部队的武器装备吗？我们当年的解放战争准备好了吗？抗美援朝准备好了吗？中印边境战争准备好了吗？世界上就没有过哪一场战争是准备好了的。因此，我想重复之前的一个观点，任何用时机尚未成熟、准备不够充分、窗口期尚未到来，这会影响中美关系，中国会因此倒退50年，台湾就在那里跑不了等等理由，
作为拖延解决两岸问题的观点和主张不是什么拒战的问题，而是试图让美国、日本与台湾当局勾连更紧密，让中国未来付出更大代价，甚至永远无法统一的卖国主张和阴谋。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